想象一下，有这样一台设备，它的体积呢足够的小巧，光学性能呢也够优秀，并且它的入门的门槛很低，可以一键拍出深空的星云星系的图片。同时呢，它的专业功能也上限足够高，可以帮助深空摄影新手无缝的从入门阶段过渡到进阶阶段。很遗憾呢，像这样的设备目前还是没有出现过。不过过去的一周呢，我是一直在体验一台，我认为是非常接近这个理想状态的一个设备。这是一台 DeWolf 3智能望远镜，来自的是武汉的 DeWolf Lab 公司。这台望远镜呢是他们上周的时候借给我评测的，我也是用了有1周多的时间了。这台望远镜它搭配的是一个，主摄是一个索尼的 IMX678传感器，然后搭配的镜头呢是一个口径为35毫米的负消色差设计的一个折射镜头，物理焦距是150毫米，等效全画幅的焦段的话是737毫米。同时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旁边有一个算是广角吧，等效焦距是40毫米的一个广角。上一周的时候，我是对这个主摄，进行了一些深空摄影上的一些体验。副摄的话，因为兰州这边确实没有办法拍银河这些，所以副摄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其他人的一个体验分享。DeWolf 3的主摄呢，是内置了日间摄影用的红外截止滤镜和夜间天文拍摄用的红外截止，以及一块H-alpha 和氧3的双带通的一个天文滤镜，所以它的使用范围是涵盖了你白天的拍摄，比如说拍鸟啊之类、拍风光这些，一直涵盖到夜间的深空的一些天体的一些拍摄，甚至可以覆盖一部分，比如说你在北上广深这种光害比较高的城市，它也可以完成一些深空目标的一些拍摄。当然了，仅仅这些功能的话，比如说它这个主副摄的设计，并且内置滤镜的这个设计，还有这个一体化 APP 操控一键化的这个设计，仅有这些功能呢，其实还没有办法让我如此的对这台设备如此的兴奋。市面上已经存在类似的设备搭载了相似的功能了。真正让我对这台设备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就是，它除了大家看到的这个经纬仪模式以外，它官方也是支持你把它当做一个赤道仪来用的。它内置了一个赤道仪模式。赤道仪模式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它不会像经纬仪模式那样长曝光的时候，带来场旋这个问题，所以它的单张的曝光时间最长可以到60秒钟。而且我是觉得，如果是一个人他想要真正的系统性的学习深空摄影的话，赤道仪这一块他肯定是要学着用的。所以这一台的话，它的基础的功能很容易上手，并且它的上限也很高。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很接近我前面说的，那种理想的可以帮助星空摄影新手成长的一个设备。这个产品的它的 APP 我很喜欢，就它的 UI 的话很有设计感，并且总体来说 APP 还是很好上手的。它的软件端给我的操作体验有点像是在用大疆出的软件，总体来说就是很流畅，并且界面很美观，然后大部分设置你都可以找到，也没有特别难找的一些参数的一些调整项。然后它搭载的是一个，像我前面提到过，它搭载的是一个索尼的678传感器。像搭载678这个级别的传感器的话，对于智能望远镜这个品类来说是算是一个比较奢侈的一个用料。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如果去市面上面买同样搭载678的那种行星相机或者导星相机的话，那种相机基本上定价也在1000多块钱。然后上周我测试的时候呢，兰州这边已经算是入冬了吧，夜间的气温已经在零下10度左右了。我之前在群里面，包括像其他人也在他们的体验群里面问了官方，说你们这个望远镜，需不需要考虑防止结露或者防止结霜？然后他们官方的答复呢，就是说是他们内置的热设计可以有效的避免结露结霜这种情况的产生。所以我当时多嘴问了一下，我说你们这个内部热设计是怎么实现的？然后他们官方给我的答复让我是觉得很有创意啊。他们说是，当 DeWolf 3内置的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环境温度过低的时候，它会机内的 CPU 会自动
拉到高频率的一个工作模式下面，产生更多的热量，然后来实现一个整机加热的一个效果。实际使用上来，上一周的话，拍摄期间确实没有结霜，当然气温也确实很冷。它拍摄结束之后，早上我去看设备的时候，它基本上上面都是结冰或者是结霜的，但拍摄期间都很正常，说明它这个设计还是有效的。DeWolf3它内置的锂电池的容量是10000毫安时，我实际体验下来就是零下10度的时候，它能够用3个多小时。如果你外接一个2万多毫安时的充电宝的话，基本上可以满足你一整晚的一个拍摄。同时我也给他们官方反馈了，就是看他们能不能再想办法再优化一下这个低温下的这个续航。他们官方也说正在做。然后来说一下它这个赤道翼模式，它这个赤道翼模式，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使用。它对机轴整体来说非常非常快速。像我第2天的时候就已经比较熟练了嘛，基本上1-2分钟甚至1分钟内就能够完成机轴这个校准，并且能够做到60秒单张，基本上不会出现跟踪错误。当然我是建议，如果你们后面买了这个产品，并且打算长期使用它的赤道翼模式的话，最好还是给它配一个比较小的那种纬度调节座，或者你买一个比较便宜的那种齿轮云台。我是搭配马小璐的球形云台用的，并且那个球形云台因为我之前摔过嘛，它锁紧的一瞬间，它会有一个向下点头的一个现象。所以我是觉得，配个单独的纬度座或者配一个齿轮云台，可能体验会更好一些。前几天的时候，我也是体验了一下他们仍然在内部开发中的这个计划拍摄功能。我觉得这个功能总体来说，它完成度已经很高了，并且也是确实实用的一个功能。因为像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像我们学校的宿舍是晚上11点之后是不让你学生再进去了。或者说你进去你要给宿管打电话，反正很麻烦。所以在有计划拍摄这个功能的加持的情况下，我一般的话就是晚上天黑之后，我把设备架好，设好一个计划，然后把它同步到这个设备里面，然后它就会自动休眠，我就可以回宿舍睡觉，或者我去上课，然后就不用管它了。等到了计划开始执行的时间的时候，它就会自动从休眠里面苏醒过来，然后开始执行拍摄。它这个计划拍摄的话，你现在是可以设置，目标拍哪个，从几点拍到几点，然后什么增益、滤镜啊这些的。像我有好几次都是把它放在外面一整晚，然后我早上的时候起来把它收回去，然后再去查看这个照片。接下来的话，看一下我之前有一次出去拍的时候，请我同学帮我录的一个，算是一个实况的一个视频吧。现在的话是周2晚上，然后外面的气温是零下10度。我呢是把 DeWolf 这套设备带到我们兰州大学室外，然后来进行一下拍摄。现在我们先给设备开机，它开机键在这里。然后开机之后，稍微等一等。启动之后呢，我们用手把它给它掰起来，然后我们拿出我们的手机，它呢是有 NFC 的，我们呢直接，如果是有 NFC 的手机，直接这样贴一下，然后就可以直接自动连上了。然后它就是自动连接。它 APP 是有中文的，我等会儿给它调中文，因为我系统默认是英语，但是它 APP 内是可以连的。是 APP 内是可以切语言的，等会儿我切一下。它的连接速度确实比较慢，我之前试的时候也是要连一会儿才能连上。现在连接是成功了。我们先把语言改了。然后我们点击拍摄功能。我这个软件版本的话是一个
测试版固件，所以的话它连接的话稳定性稍微有一点点差。我那台 iPhone 上面我装的是正式版的，那个的话连接就很稳定了。我们给它挪个个儿，给它这样调过去。然后讲一下它的一个模式吧。DWORF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它有一个赤道仪模式，我给大家看一下。进入天文之后，然后点开功能，它有一个赤道仪模式。点击确定。先自动对焦一下。现在自动对焦完成之后，我们点击无穷远。天文模式下的自动对焦的话，只需要进行一次，然后后面的话直接点击无穷远就行了。然后的话，我们点开赤道仪模式已经完成，准备好了。然后，首先我们是需要把这个给它这样子调一下。让它背面朝北，朝一个大致的北就行了。他说是要我这个纬度的话调大概36度，然后因为我用的球台嘛，它也没有指示，就大致调一下。像这种球台的话，因为它锁紧之后，它还会有一个轻微的点头的一个现象，所以的话，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如果想要用 DWORF 的赤道仪模式的话，去买一个摄影用的齿轮云台，然后那样子的话，你拧齿轮调起来也比较方便，然后也不会有一个点头或者是有一个框亮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来校验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正在。相当于我们平时用天文盒子拍的时候，它的一个它刚才转了3次，然后拍了3照片，然后进行一个计算。然后他告诉我说是现在的话是要把角度再往下调整，往下再调整8度，所以我就再往下调整8度。呀，这个到头了，拧一下。然后点击下一步，它应该还会再验证一下。然后它现在说是误差在3度以内，可以进行下一步天文功能。然后昨天晚上是试了它这个赤道仪模式，然后它好像因为昨天晚上已经试过赤道仪模式了，我今天想试一下它的地平模式，所以现在我们给它再调回地平模式。把这个功能打开。然后的话，我们运行一下校准。给它调到一个能够拍到星星的位置上面去。现在的话，市场里面已经有星星了。然后我们点击确认，它应该会全自动的开始。先找一下，它现在是在找零位，防止出现一个零位不准导致的一个机械上的一个冲突。一共是要拍摄9张照片进行一个调整。实际上拍了3张就校准成功了。然后现在的话，我们选择一个目标。对焦的话，刚才已经对过了。
我们选择里面的星图。今天的话，我们来拍个什么呢？因为它是有内置了双带通的一个滤镜的，所以我们今天直接找个星云拍拍。现在我们 Go to 一下。自动导星成功，现在已经开始跟踪了。我们打开功能，点击下面，然后滤镜里面选择双窄带。其实我觉得它这个翻译不太对，我看了它的那个参数的话，我觉得它不能叫窄带吧，它应该叫做双宽带。但是怎么说呢，也还可以。然后我们调整一下快门速度，因为今天现在用的是地平模式，所以我们把它调整到30秒的曝光时间。增益的话，昨天试了120的时候，还是噪点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设置一个60的一个增益。然后在设置里面，我们把智能优化要开吗？我们把智能优化关闭吧。算了，还是给它打开吧。然后我们设置拍摄400张。我觉得它这个软件最好能够设置一个我可以手动输入拍多少张。现在这个滑条滑不准，然后我还得去手动去搓它，还不太好用。没有对应暗场，因为它是有内置的一个暗场库的。我先把它暂停掉，好像我刚刚快门速度不小心滑到45了。所以就是我说的，我希望它能够有一个可以手动输入的拍摄参数的一个功能。像我这样子，我手动去滑的话，真的很难滑准，尤其是像今天天气这么冷，对吧？你看我手动去滑，真的滑不准，很容易就跑掉了。然后我们开始拍摄。像它内置的里面的话，快门30，增益60 ，4K 的话，它有暗场，但是它说的是目前与设备的温度相差比较大。不管它，我们先直接开始拍。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传感器温度，说现在传感器是0度，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实时叠加。那么400张的话，应该是要拍200分钟，也就是说要拍3个多小时。我的打算呢，就是这个设备直接放在这里，然后我就回去睡觉了。明天早上起来再收设备。DeWolf 3呢，它内置了一个算力是5TOPS 的一个 NPU。官方呢说是用这个 NPU 的话，执行机内的 AI 降噪，在直出的时候很有用。然后这个功能我也试了，确实直出了之后，它那个噪点抑制非常非常好。不过我也有跟官方提说，你既然机内有内置了 NPU 的话，也可以试着去开发一些其他的功能，比如说机内的缩星算法，还有机内的自动平场这些的。不过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机内降噪还是很有用的一个功能，就是对于那些不想要后期、想要直出的朋友来说。当然它机内拍完之后会生成一个机内的直出的一个对战好的一个直出，并且会生成一个机内帮你叠加好，但是没有进行任何的后期的一个叠加好的一个 FACE 文件。我自己的习惯呢是用它帮你机内叠好的 FACE 文件，然后再放到 Serial 里面，再稍微的去做一些处理，基本上出图的效果也还可以。我也给一些朋友看了，他们也表示是这么小的体积的望远镜能够做到这个出图质量，也是非常惊人。总结一下呢，就是因为 DeWolf 3这个产品它目前还没有正式发售，还在处于一个开发阶段。客观来说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我是觉得它的机内直出的拉伸算法还有平场啊这些的
还有曲率这个可以再优化一下。但是他们公司的话，从这几天推送的更新的进步速度来看，我是觉得未来还是挺有希望的。如果他们能够一直维持住他们这个开发速度的话，我也是非常期待这款产品正式发布之后的一个表现。在过去的1周中呢，使用这台设备的时候，我也是获得了非常多的乐趣。最后呢，再次感谢 DeWolf 公司借给我这台样机进行测试和体验。这期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那么下期再见喽。